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那个新天地，我们今天那个天气好，拿出来来测试一下我的刚刚收到的这支Typoca， 它给到我的 Eureka 的这支很奇怪的这个复古的这个镜头。这支镜头呢，也是他们大概在国庆左右的会上市，然后拿过来给我做一下测试。看这个造型呢就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外形是基本上。也不算复刻啊，它是借鉴和模仿了这个刀眉的那只乌梅的那只镜头。然后这只镜头呢是非常的复古，然后很特别。它的这个光圈环呢，其实是在镜头的最前端的这个银色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对焦呢这边是有个小手柄，然后来进行对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侧面啊，它非常的扁，它是个极其扁的一个饼干头。它的焦段是28，然后最大的光圈呢是2.8，然后也有现代的镀膜工艺。大家知道那个 Typoca 的这个系列的这个镜头呢，它非常的做工非常好，它也成像也非常好，也是非常的现代。但是呢，它自从它推出了这个Eureka， 它自从推出了 Eureka 的这个品牌呢。它就是走的这个是复古的这个线路。那上一支的镜头呢是50 F2， 那么这一支呢是它的第二支Eureka的这个镜头。但它这个镜头跟 Smela 那个镜头不一样 ，Smela 它非常的现代，但是呢这支呢就做一个复古的这个镜头。这个造型大家就觉得还是蛮喜欢的。然后有黑漆，有镀铬的银色，以及这个铜的这个小螺钉啊。然后呢，我们对焦的时候呢，就是2个手捏着，就是这么对焦。然后最近的对焦距离呢是0.4啊，最远的就是无限远。在最小的光圈呢是 f16， 然后最大光圈呢就是 f2.8。OK， 那我今天呢带了这台MP， 然后我用的是徕卡的100周年的这个黑白卷，上次我推荐过的。然后在今天非常好的这个天气下，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产生怎样的一种效果。1个多星期了。那最近呢，天因为实在太热了，所以呢，基本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呢，我就在傍晚的时候会出去稍微拍一下。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小巧的镜头的几个使用的感受哈。第一呢是它的这个外观啊，如果你是刀眉的爱好者，那么这支呢应该是蛮像的，已经蛮像了。它非常小。它非常轻，很便携，然后呢，它的画质其实也相当的不错。我们知道那个 Typoca 的Smela 的那个系列它现在之前出了50、35、28、21、75，对不对？其实就是它那套电影镜头换个壳换到 M 口上来。画质都相当的好，它相当的优秀，它几乎我认为它是国产 M 口镜头里面
最优秀的一个啊，它的体积就相对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它现在出了这个复古的Roca 的这个版本呢，所有的这个复古的那些小镜头呢，相对来说就会体积比较小，会比较轻。它主打的是小巧轻便，但是它的光学系统，它的这个镜片呢，还是保持着原来的那个味道。这支镜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便携一点，它比那支28.1.4要小太多了，对不对？小太多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成像没有任何问题，暗角也非常的轻，然后基边也非常的小，我觉得很满意。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但它的一个小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它为了足够的轻便和小巧呢，它的这个对焦环呢非常小，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把手啊非常小。那么它之前的那个镜头。这只是它的之前的那只缩头啊，50的那个缩头。之前的那个缩头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对焦手柄呢，也是非常的复古，但是足够大，我用一个手呢，实际上是可以推动的，很轻巧的推动到我想要的那个位置。而这只28呢，它因为体积的关系乌雷本来就很小，因为体积的关系呢，它用一只手去推呢是可以的。但是很小，所以你时间长了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触痛。第二呢，你要让它精确的控制它停放的这个对焦的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我用下来呢还是两只手的这个捏住它会比较准确一点，但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支镜头呢，它对焦起来呢，相对会慢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常见的这个徕卡口的这个镜头呢，它这边呢是有一个月牙指柄的。月牙指柄最大的好处呢，它就是非常舒服的，用你的左手的食指呢，它就可以精确的去控制它的这个对焦。这个呢，因为它是复古的版本呢，相对来说呢，它为了这个体积呢，它就牺牲了这个对焦的这个手感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呢，拍的时候呢，像2.8这种镜头，基本上在扫街的时候呢，基本上你都是用超焦距、估焦的方式去拍的啊，天气很好的时候呢，你开 F16啊，开 F8呀，超焦距就可以拍了。所以基本上呢，其实你也用不到需要非常精确的这种对焦。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支持0.4最近对焦距离的，所以你如果是放在M10、M11的这样的这个相机上面呢，那么就需要精确对焦了，因为黄斑已经失效了。另外一个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0.7以下的这个对焦呢，0.7那个位置呢，它是没有一个手感的。所以呢，你对着，有时候在黄斑上面，你对着呢，黄斑就失效了你就会意识到跑过了所以我曾经是建议他们说，能不能在这上面做一个小东西，然后触发一个手感提醒说，哎，0.7到了。但是这样的话呢，又会增加一些体积，然后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就是以体积小巧为优先考虑的这个对象。我也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小真的是王道，放在包里一塞就行了。那么第二呢，画质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怼着阳光去拍，它都不会出现鬼影，至少我就没有看到鬼影抗眩光能力非常强。总的来说呢，这支镜头呢，应该。就Taipoke以往的那个镜头而言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到位，然后呢，非常的小巧。那这支镜头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小巧、复古、好看，然后又满足这个画质的这个需求。我觉得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和它的上一支50毫米 f2的这个镜头相比，他们第一支复刻的呢是库克的那个电影镜头然后第二支居然复刻的是刀眉那第三支呢我们非常期待下一支的这个新的镜头的这个问世好的，那今天呢，我对于这支Taipoke的新的这个饼干的小型复古风格的这个镜头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因为时间有限，我拿到手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选择上的这个帮助。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下次见，拜拜。